大家好，我是希我余生。随着云之羽的热播，关于女二上官浅和男二宫尚觉的感情线讨论也沸反盈天。从2011年穆婷婷出演的《孔雀翎》到郭敬明导演的《云之羽》，从前的恶女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童年噩梦；现在的恶女卑微求生，谋取自由，还要被攻击不够爱。恶女的定义发生了转变，影视剧中的恶女形象从真正的违法犯罪人员泛化为与主角团利益相违背的女性，甚至只是感情上不与主角同仇敌忾的女性。只要她和主角团的利益感情有冲突，那么她就很容易被道德审判。恶女从独立个人走向性缘，恶女起先不叫恶女，只叫反派，甚至女性反派的称谓都很少见。这一形象仅仅只代表着与善良、正义等等对立的一方，代表着与光明对立的黑暗。小鱼儿与花无缺里的江玉燕在以前只被称呼为反派大 boss， 没有强调她作为女性的性别身份，而只强调她所代表的恶的价值观。这就意味着在江玉燕身上，女性身份所关联的一切与她承担反派角色毫无关系。她既不柔弱也不良善，她不需要先成为他人幻想中的女性再成为反派。她因贪欲引出恶行，她只需做出与反派相配的恶行，并以最后的死亡完成惩恶扬善的价值导向即可。但在云之羽里，相比上官浅做的恶行，她无数次被强调的女性身份明显占据了更显眼的位置。她同时还被强调身体康健适合生育的女性功用。恶女中作为人主观能动性的恶被消解，强调的是恶女中的女，进而推崇性缘的崛起。同时与之伴生的是对女性角色必须走入性缘关系的期待。今年架空类古装剧被打上恶女标签的，一个是叶冰裳，一个是上官浅。长月烬明里，叶冰裳被神魔、嫡庶、男女尊卑裹挟着压迫着，根本没有改变自我命运的机会。云之羽里，上官浅拥有一定的能力，但被无风的半月苍蝇要挟着，承担着宫门对刺客的怀疑，谋划他夹缝中的自由之路。尤其在 CP 话题上，叶冰裳和上官浅几乎遭遇了同样的困境。叶冰裳承担的多种恶意里，有一种恶意是说她没有为萧凌守节，所以配不上山茶花殿下。这无异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把女性在乱世中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置于性缘关系之下，是出于叶冰裳没有服从性缘对女性设立的规则而对她发出的审判。云之羽里，女二出场即被导演和男二捆绑在一起，处处暗示她和宫尚觉的感情线。女二和男二立场敌对，更是拉满了观众对于这对 CP 相爱相杀的期待，期待着女二丢盔卸甲，陷入爱情。因此上官浅最后没有确切地表露出对男二的爱意，没有沉沦在性缘关系里，没有抛弃刺客信条，没有对宫尚觉代表的宫门投诚，就几乎成了他在剧里最大的罪名。这违背了我们对他走入性缘关系的期待。反之，如果这对 HE 了，我们在他身上投射的性缘期待被满足了，那么所谓被上官浅伤害的人都只是他们 play 的一环，只是增加好客程度的调味剂。在恶女形象的塑造里，她必须是强大的、有选择权的，而不是失权的、被迫求生的。因为行善和作恶的共同本质是她拥有改变某个人物命运的能力，可以是自己的命运，也可以是别人的命运。比如善因种善果，天道有轮回。江玉燕、任盈盈、刘星无一不是强大的，且最后都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在他们的衬托下，我们会觉得被多方裹挟的上官浅和叶冰裳十恶不赦吗？但国产剧越来越不愿意赋予女主或者女配角这样的能力，也越来越不愿意探讨善恶观和人物命运、行为逻辑的关联性，而是简单快捷地将这些角色置于和某个人的爱情里，来掩盖他身上深层次的人性拉扯。因为一旦女角色拥有行善或作恶的能力，就意味着她可能脱离性缘关系给她带来的局限，她可以不作为依附者，她是危险的、游离的。他不被规则之力影响，不站在男角色的阵营里，意味着男性角色很难通过性缘关系去掌控他，使他保持着下位者的姿态。但只要不进入，他就是自由的。这也是为什么云为山和上官浅武功了得，足智多谋，非常具有大女主的潜质。但在故事里，他们必须褪去强大能力的外衣，他们必须踏入导演预设好的性缘关系里，成为生育机器，预备新娘。他们必须顺着上帝的心意，成为最原始、最低级的客体，和男性角色们上演一场高级猎手以猎物的方式出现的俗套戏码。究其根本是对女性精神世界的忽视和女性拥有能力的惧怕，惧怕在出现练成了绝世武功杀的剧里的活人只剩剧名的江玉燕，惧怕在出现至尊红颜里作恶多端不断抢夺整合社会资源向上爬的徐莹莹，惧怕如果不这样做就暴露了叙事的短板，思想的浅薄，故事就没办法写下去，所以只好剥夺他们行善或作恶的能力，让他最好屈从性缘之爱，只能沉沦性缘之爱。
所以出现了牢狱里被迫喝下爱情毒粥的恶女叶冰裳，所以出现了因为不够爱宫上角而被攻击的恶女上官浅。从前写恶女是为了审判恶，现在写恶女是为了审判女，审判拒绝爱情的女性角色。通常当恶人越强大，惩恶扬善的价值观就越能得到彰显，越能激发人们伸张正义的精神。但现在的恶女，一是恶行不够看，二是恶的定义太浅薄，这就导致恶女从作为宣扬惩恶扬善不可避免的一环，变成了不够沉迷于情爱的被批判者。从血肉丰满、能量强大、反映世界观的反派，变成了单薄空洞、限制颇多的爱情观里的反面教材。这其实是彻头彻尾地站在了性缘的利益视角去看待定义女角色，因此恶女形象无法到达原本应有的高度。性缘就像一层美好的纱，让外面的人看里面的人会带有朦朦胧胧的幻想，而忽视真实的丑恶。影版色戒对于王佳芝和易先生之间爱情的强调就是这层纱，在李安的导演方式和梁朝伟的魅力加持下，因为强调了爱情，连带着美化了易先生的形象，让他没有张爱玲原著里那样油腻且卑劣，也同样叙事的重点从王佳芝的思想命运转移到了他和易先生的缥缈爱情上。这或许能够增添美感，勾起人对情感的通俗兴趣，但易先生身上被性缘关系遮盖掉的丑恶，也导致影片和张爱玲的原著相比，对历史洪流的解读和人性丑恶的揭露矮了一个层次，把两性性缘的纠葛抬高到和人在历史中的浮沉仰望，个体在宏观叙事面前的被摧折，善恶价值观对正义的注解等等一样的高度，也间接削减了对人性的批判力度。许多人对张爱玲喜欢歌颂爱情的刻板印象，大多来源于他人对张爱玲的误解和影视作品的改编加工。简单概括一句，在性缘概念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张爱玲已经在剖析性缘，甚至是反性缘了。她拨开外层的美丽爱情，露出被包裹着属于现实的丑恶内里。不能要求国产剧有多么深刻的内核，但起码不能粉饰丑恶吧。云之羽里公子羽的爹妈，一个是进行人口买卖强迫囚禁蓝夫人的宫红羽，一个是被囚禁被强迫的受害者蓝夫人。依旧有人大喊他爹多爱蓝夫人，蓝夫人不识好歹，甚至说蓝夫人是颜控，宫红羽要是好看点，蓝夫人就会真香。蓝夫人死后的唯一作用是证明男主这段丑恶性缘的产物拥有宫门合法继承权，除此之外，成年的公子羽对生母的遭遇不至一此。女性一旦进入性缘关系，不爱就是她的罪名，爱就是男性犯罪后依旧能够得到饶恕的免死令牌。而泛化每一个不够爱的女性角色为恶女，审判恶女，杀死恶女，也成了对女性角色抗拒性缘关系的惩罚。近年来痴迷审判恶女的影视剧仿佛在掀起一场新型猎巫行动。国产剧在塑造性缘关系时会有意无意地让观众默认带入男主的视角，一旦女主爱上男主，那么女主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利益来成全男主的利益。在上官浅和宫上角之间甚至不需要真的有爱，只要他们建立了性缘关系，他也必须以宫上角的利益为利益。反之，如果无法保证他对另一位男性配角的成全和奉献，女角色没有加入性缘关系，那么他则被认为是危险的、反叛的。所以可以看见，当今很多影视剧女主或女配是不是恶女，很大程度上只取决于她是否维护男主男配的利益，而非世界观下人物行为逻辑的合理性。上官浅是孤山派遗孤，孤山派因为坚定的维护宫门而导致被吴峰灭门，上官浅被吴峰收养培养为潜入宫门的刺客，宫门杀吴峰，吴峰杀宫门。从客观上讲，宫门和吴峰只是对立的两个江湖门派而已，并无善恶之分。上官浅就算灭了宫门满门，也只是超额完成刺客任务，天选打工人而已。但我们却自发地将宫门定义为正义的一方，忽视宫门也曾作奸犯科的恶，进而认为吴峰和吴峰的刺客都是恶人。因为本质上维护宫门利益的女主、男配、女配们就是在维护男主的利益。宫上角和男主公子羽是同一阵营的利益合作方，我们带入的宫门视角同时就是宫上角的视角，所以我们会先入为主的以宫上角的利益为标准评判上官浅的道德，损害宫上角的利益，那么上官浅的道德就是低劣的。他被这套主角及好人的思维定义为恶女，而女主向宫门倒戈，她接纳并臣服了公子羽代表的宫门构建的性缘关系，自愿将自己的生育权和人身自由权转交给公子羽和宫门，她的道德立场也就从反派到正派，从恶女转变为善女。此外，从求生的角度讲，上官浅损害宫门利益是非常正常、合乎逻辑和立场的。上官浅和云为山都认为自己的命被半月苍蝇攥在吴峰手里，他们必须为了活下去，尽职尽责地为吴峰办事。云为山因为知道半月苍蝇不致死，以及遇见了人美心善的男主公子羽，他被提供了脱离恶女身份不被审判的条件。但上官浅一不知道半月苍蝇的真相，又遇见的是心机深沉、薄情寡性的宫上角。不爱不是他的罪过，而是多种条件指向的既定宿命。
在宫上角不知道他是刺客时，他和宫门就没有接纳外人上官浅，所以上官浅也没有信任接纳宫门的可能。他不被提供向宫门投诚的道路，无法转变敌对的立场。从客观条件来看，上官浅和云为山一方违背宫门，一方拥护宫门，一体两面，同道殊途。但当恶女中的女所代表的性缘期待被否定、被打碎，我们才会关注上官浅恶女形象中的恶所代表的主观能动性，我们才意识到原来她是拥有独立的人生线和事业线的，原来她根本不需要爱情，也不需要观众的同情，她是一个复杂的刺客，带着明确的任务而来，背负着复杂的身世，又谋划出了一条自己的归途。尽管他中途动过心，期待过，但认清事实后，他迅速地回归了刺客本质。在和宫门的博弈里，他是输家，但却走出了一条脱离无风、完整的人格之路。在他走向自由终点的过程中，绿茶、般若、心机是他的武器和魅力。他的立场是自己，与主角团立场相悖，又游离于无风之外，自成一派，坐上牌桌。在性缘关系里，一个人的爱意深浅与他的道德挂钩。但带入宫上角的视角思考问题，就很容易导致一种现象，即对宫上角的道德要求更为宽容，对他的爱意判断标准更宽泛，也更容易忽略权力上位的他所具有的阴暗面。比如宫上角仅因为最后关头顾及上官浅腹中孕育的宫门血脉，而没有对上官浅赶尽杀绝，就被认为他深情高尚，而忽略他自始至终对上官浅的呵斥、蛮横、熬鹰和训狗式的权力打压，也忽略上官浅背负使命、性命难保、无暇谈论爱意的恶劣生存条件。我们反推一下这段剧情，宫上角如果面对怀孕的上官浅还能下得了杀手，杀掉宫门的血脉、自己的血肉，他还有人性吗？他不下杀手，仅仅因为他还尚存一丝人性，但这一丝人性足以抬高到爱的高度吗？上官浅最后的活路是筹码的交换使然，是宫二的逐利心理在作祟，而非依靠那不存在的爱。性缘给女角色带来了什么？给我们的观剧视角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腐化。腐化的基础是对女性角色灵魂的抛弃和忽视。一个好的恶女形象一定不局限于性缘。以美人心计为例，聂胜儿即使徘徊在刘盈、吕禄、刘恒三个男人之间，但她的目的不是嫁给谁，而是获得地位和金钱、权力和富贵，想从佳人子越级为宫妃，所以她讨好刘盈。因为无子要被殉葬，所以她设计博得吕禄的爱情，后续搅动朝堂风云，最后投向刘恒，也是因为她和窦漪房之间巨大的地位落差引起了她的羡慕嫉妒恨，而不是因为她爱某个男人。聂胜儿和徐盈莹的创作逻辑是一样的，徐盈莹杀小多、献媚皇帝，都不是出于她爱谁，而是她不甘心，不愿居于下位，这些人性里真实复杂的阴暗面。纵然坏，但他们像个人，而不是行走的雌激素。云之羽里，公子商一旦遇见金凡，遇见和金凡构建性缘关系的可能，就仿佛成了行尸走肉。创作者不希望他拥有除了性缘关系外的其他思想，因此他对重男轻女的家庭制度的反思也是浅尝辄止。这是非常明显的对女性的去人格化处理，她不是人，是只会对男性两眼放光的子宫。浅薄的恶反衬不出善的可贵，丢掉恶女的人格，只能造就善女的乏力。乐于见到女性从属于性缘关系，并抛弃自己原本的来路和立场，乐于见到女性为男性牺牲自身利益安危，否则她就是影视剧里不合格的坏女人。泛化恶女，定义恶女，杀死恶女，平反恶女，正邪善恶的博弈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性别叙事。这就是近年来关于恶女的争议频频出现的根本原因。自小就被吴峰训练的云为山是另一个未曾见过真正的自由，更易被虚假的自由迷惑的上官浅，认为被爱是最值得追求的幸运。因此，创作者让云为山走进了和男主的性缘，并让他对性缘毫无质疑，看似他的需求都被满足了。但如果把公子羽换成另外一个人，你就会发现男主的优秀只是性缘陷阱伪装的糖衣。再优秀的男主都掩盖不了云为山被性缘囚禁的事实，他只是从吴峰逃到了另一个对他更好的吴峰里。无论是恶女还是善女，都离不开被性缘裹挟的命运。除了大结局里没有回头的上官浅和以死亡换取自由的蓝夫人，云之羽里几乎没有女性角色意识到自己要逃离性缘领域，完成人格的健全和自我救赎。上官浅人格魅力的最高峰是在拜别寒鸦期以及大结局里的永不回头。他有情，但不单于情。寒鸦期对上官浅说的那句活下来，正是一种同样孤寒处境下的心照不宣。云之羽的故事简单来讲，就是两大江湖门派相争，牺牲了好多小喽啰加男女主，没有最开始选
选新娘这种民间版选妃的凝视桥段，云为山不必死，上官浅不必精明谋划，最后揣着个孩子奔波流离。云之羽最大的恶人是谁？宫宏宇。宫宏宇不犯法买卖人口，就没有后面乱七八糟的故事。回过头来，云之羽的故事竟然是建立在男主他爹买卖人口、强暴、非法拘禁的犯罪事实上的。离了大谱，性缘关系可以是女性获得成长的途径，但不能是女性的宿命。从小鱼儿与花无缺、孔雀翎、美人心计、至尊红颜走向长月烬明和云之羽的过程中，女性反派不再依靠自己获得力量。上官浅对自由的孜孜以求，叶冰裳对生存的渴望，都成为恶女的标配。杀死恶女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引导惩恶扬善的正确价值观，否定性缘才是恶女们被猎杀的唯一理由。一句天生坏种，辜负爱意，就能把被压迫者污名化，把他们踢出道德的范围，于是就看不见他们被剥削和压迫了。我们对恶女的定义越来越宽泛浅薄，即使他们只是追求一些人本该拥有的东西，我们已经不追求多面而复杂的女性角色。现在几乎所有恶女都必须背负为爱情黑化的名头，她的野心和争取、算计和挣扎，不能是因为人性中普遍具有的黑暗面，不能是因为她想为自己争取，否则就是不可理喻，就是庶子而感。对女角色逐步的驱除野心、驱除人格，用真善美的要求捆绑恶女的道德，用性缘关系腐化恶女的思想，用恶女的认罪和悔过获得人伤人的快感。至此，我们可以看见恶女的降级史，即是女性角色扁平化的历史。你可以恶，但你的恶被严格控制在性缘可掌控的范围内。一旦你脱离该范围，那么对不起，自有人替我审判你。当今很多恶女其实都称不上恶人。我想说，恶女既然被创造出来，就应该体现创作者对恶的价值思考，不应层层绑架、层层打压，使她困于女性的身份，又失去作为恶人的意义。从前那些真正的恶女们，徐莹莹不洗白，聂善儿不悔过，即使是打着爱花无缺旗号的江玉燕，也永远以自我为第一位。所以叶冰裳，你别喝毒粥；上官浅，你别回头。希望下一次上官浅关掉的那扇恶女的逃生门，能带来真正的恶女回归，砸掉叶冰裳的那碗毒粥。感谢大家能够看到最后，我是希我余生，宝子们下期再见。